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国家将要低调取消985、211工程的消息在网上流传甚广。那么今年10月13号，教育部在他的微信公共账号上公开辟谣，就说不存在要废除985工程、211工程这样的说法。众所周知呢，建设国际一流的大学是我们中国高教界一直以来的梦想。那么承载这个梦想最大的载体是什么呢？就是985工程、211工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废除985工程、211工程，这仅仅是传言，但是围绕这个传言引起这么多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玩味。一说到这个废除985、211，我们可以在网上看。还真就有网站呢展开过这方面的调查，结果发现呢，竟然有高达40%的网友认为应该废除985、211，有17%左右的网友认为呢应该保留，剩下的呢都持中间态度，就是反而支持废除这两项工程的人占了大多数。所以我们说这个传言流传范围很广，是它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我们在说清985、211这个问题之前，一定得了解什么是985、211。你看，我们经常有的这个年轻朋友找工作，人家单位提出个要求，说我们招收的大学生啊，必须得是985、211的。可能我们很多大学毕业生呢，也经常能听到这个名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多次耳熟能详985、211。但问题是什么是985，什么是211？可能相当多的观众朋友回答不上来，那么咱先解释解释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这个985和211啊，它指的是呢这一类大学，说白了，咱们通俗点说吧，就是好大学。说怎么好大学叫211、985呢？咱们先说211工程。211工程是1993年确定下来，1995年正式启动的一项教育工程。它的概念就是呢，211是什么？21是21世纪，那个1是100所，就是要面向21世纪建立100所重点大学。那么事实上，最后呢，211学校有多少座呢？大概是112座左右。从1995年启动到现在，这已经是快20年了。总共全国有112所211大学，这些大学呢都是重点建设的大学。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那么985是什么呢？985比211的层次还高。211呢，总共全国呢有100所大学，而这个985呢，仅仅有39所。为什么叫985呢？是因为1998年5月份提出来的，要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就这个目标呢，明显比建设重点大学的目标还要高。那么当时最开始提出来呢，也不过有9所院校算985大学。你像什么这个北大、清华、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这个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等等，就是我们一听还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开始就9所，后来陆续又有30所学校加盟，这么的总共是985大学39所，211大学呢这个100所，但是这个中间有交叉。这里边呢985大学呢都是教育部部属的大学，211的这个学校呢，这100多所呢，绝大部分也是部属院校，就省属院校非常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些重点大学那些名校，非985即211。所以说到这儿，您可能就明白了，985工程、211工程就是为了打造这些重点大学而国家专门设立的教育工程。那么设立这样的工程给学校带来了什么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头一个是拨款上，这个行政拨款呢，咱们国家的大学呢，一多半的这个办学款项来自于政府拨款。它和我们以前说的，你像美国那些大学，一多半反而来自校友捐赠和社会筹集，这是不一样的。那么来自国家拨款，那就有高有低。我们说重点建设的，那肯定拨款就多，非重点建设的可能就少。所以首先在钱上，985、211和普通的大学完全不一样，它有专门的建设资金。你像985工程基金211工程基金，这都是专款专用专项拨付的基金。所以首先在钱上
这和其他学校那个区别很大。你看当年提出来的，98年就提出来说这个凡是985的这些大学呢，我们要拿出整个这个政府财政收入的1%搁到这上面。如果你按那个测算，当年是政府财政收入有3万亿，1%多少？300个亿，300个亿给这个当时985这些大学，那其他普通的院校呢？你想想能得到多少？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悬殊的。所以说，首先在钱上，这个对985、211这些高校有巨大的利好。第二个，在地位上，当时的985学校呢，和211学校好多都是部属院校，部属院校按行政级别往往是副部级很多，所以一开始是985呢，头30个院校就是都是副部级，我记得是后8个还是几个呀？就是学校进入985的就不是副部级学校，所以在行政级别上本身它就高。第三个，名气大，你一提985、211重点大学，咱们现在很多招聘单位都是非985、211的不要，所以说它的名气也非常大。那么我们说地位高、名气大，钱款充足，这时候它给我们中国教育界带来的一定得是利好的东西，要不然的话，国家费这么大劲给他们这么高待遇干嘛呢？那么我们现在通过一段短片看看，这些年来985工程、211工程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哪些利好。211工程是国际高等教育界认可的中国高等教育优质品牌，对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产生了重要作用。据新华社统计，在211工程建立最初10年中，我国研究生培养能力就已提高5倍，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发表数增长了近7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增加了近5倍，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明显缩小，为加快培养创新型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以造就一流的学术团队，打造学科高地为重点的985工程，使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产生出了一大批具有国家标志的科研成果，如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很大比例的获奖者都是985高校的教授学者。同时，这些大学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显著，承担了一大批国家重大的科研任务，如5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5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委托单位都是985高校。985工程为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个短片呢是基本上把这个985、211它的好处都说清楚了。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事情不可能都是正面的，任何事情不可能都是正面的。首先一个，很多人呢拿这个985、211比作咱们现在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很多人现在说重点中学、重点小学都不该有，教育资源不均衡。很多人没有考虑到重点中学、重点小学最开始是为什么要建，就是它985、211作为重点大学的出现，它是有它历史背景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国家需要这个科技兴国，需要率先呢能够有尖端的大学冒出来，能够引领中国向科技方向去发展。所以重点小学好，重点中学好，重点大学好，是我们要率先培养高精尖的。就说白了，我们整个的经济实力没到那种均衡发力的程度。你像说教育投资要在 GDP 当中占4%，这个目标我们经过20-30年才算实现。我国就是咱当时的国力不到那儿，那么这个时候国家又不能不发展，很多时候要靠尖端起火车头的作用往前带。所以没有办法呢，我们就要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先办好几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样作为一种带头作用，来提升整个社会的科技水平。所以这个是在条件不够的情况下不得已采用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如果要钱款各方面充足，那希望所有学校都这样，那才好呢。所以这一点一说，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就想起来，体育领域也是如此吗？就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搞普及。那我们呢，在国际上得金牌，那我们就把一部分人、少数人集中起来，然后强化训练，钱都投到这上，让他们出去拿金牌。
你像咱们中国，你看着几个人玩赛艇、皮划艇，可咱们赛艇、皮划艇在国际上也能拿金牌。所以我说985-211在历史层面制定这个方针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时间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整个国家的状况已经都有所改变了， GDP 总量已经世界第2了。那么这个时候原有的985-211工程能不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呢？咱们今天得给大伙一一分析一下。首先一个是从办学的角度呢，你看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学呢，建国前后有明显的区别。咱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现在谁都知道它理工科厉害，但原来清华呢，那诞生过什么朱自清、闻一多这样的大家，清华4大导师，王国维、赵元任啊、陈寅恪、梁启超，这在文科都是翘楚。那建国以后呢，它的文科相对剥离出来，那个时候呢也是集中优势的力量在某个领域之内钻进去。所以中国的很多大学呢，它出现了呢，它虽然有的是综合性大学，但是它里边有些科特别厉害，另外有些科呢甚至设置都没有。所以这是建国以后的一个办学特点。那么到了985-211的时代呢，变成了这个评价标准呢更有利于综合性大学，这样均衡发力，反而使有一些它的强项学科得到了削弱。所以这个使原来的一些学校的办学特色有所削弱。第二个985-211是存在这个情况，就是它有一个评估机制。自从2011年之后呢，教育部也对外公布说985-211的规模够了，一个112所，一个39所，今后原则上不再增加985-211学校。也就是说这里头进来之后呢，没有退出机制，它的评估机制也不是很明确，所以这造成有的学校我已经是211学校了，反而在钻研上和办学上呢没有以前那么积极了，所以它缺乏一个退出机制，没有引入一个我们说激烈的竞争机制。这是第二点。第三点，985-211出现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教育的扩招，所以大量的资金呢各方面就引进了，国家也支持他们这个各个学校的争取资金的能力也比普通高校要高得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的管理没有相应的跟上，规模扩大了，管理没有跟上，所以前不久你看教育部公布的有关科研经费领域的腐败。第四个最重要就是这种985-211重点大学方式，事实上带来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体现在2个层面。头一个呢，应该重点去抓基础教育，你比方小学、初中这个义务教育。但是事实上来看呢，我们在高等学校里投入的这个力量比例远远大于义务教育的力量。所以这个不均衡呢，使我们的教育这个头显得稍微有点大，而根基显得不那么扎实，它直接影响到我们高校里出来的人才有很多就不是那么扎实，不那么均衡。这是第一个不平衡。第二个不平衡是在高校之间，因为我们高等教育不光本科还有专科呢，你一对比你就看出来，985-211 100多所学校，可是全国其他有2000多所高等教育学校，就双方这比例呢应该是1:20，可是在财政预算上的比例是多少？这100所院校占据整个财政预算的70%，而剩下的2000多所院校才占30%预算，而且你从分布上也不均衡。你像北京84所高校，24所是211学校，占将近30%。河南人口大省，还有河北也人口大省，就1所211学校。你想想，就是如果说过去我们确实需要高精尖，现在咱们整体的教育投入上来了，已经占到 GDP 的 5.34% 了，就是国家有这个实力来解决高等教育资金问题了，让更多的省属院校也能够在教学质量上有所提升。所以这些诸多问题的存在呢，让我们不得不重视985-211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事实上有一个标准在那衡量着呢，我们985-211是干嘛？为了能够重点大学建设提升，再一个培养国际一流的大学。所以你要从这点来讲，985-211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钱瑞森老人在逝世的时候还曾经发出这个大学之问，为什么我们这大学培养不出一流人才？所以说我们今天到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回过头好好总结一下985工程、211工程，咱好好看一看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它的弊端怎么解决。当然有的人说那就把它废除了吧，我不赞成这个说法。为什么呢？
你把它废除之后，你新的评价体系你也得引入，你肯定有新的机制进来。所以我说，如果要说985-211这东西要取消的话，那么前提一定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到位了，起码去行政化这些诸多问题都解决了。你像最典型的，现在有的人说把985-211去掉了，最明显的985工程的专项基金，211工程的专项资金怎么拨？首先有一点，他得建立一个教育拨款委员会。这教育拨款委员会呢，他来评估这个学校他的办学水平是什么样，需要多少资金，哪些项目需要资金，而不是你985就给你，211就给你，其他院校就少。你总得有这么个机构进行评估，而这个机构严格意义上说，它是非行政化的。所以我说，必须得这些改革措施完善了，才能提到废除985-211。而眼下你就废除了，什么东西填补进来呢？这个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教育部一家的事儿，一定得是我们其他的行政改革各方面基本到位了，才能去通畅。否则高校的一个评价机制和拨款的机制，要眼下完全都由行政部门主导的话，在这个问题可能会越出越多。最近一段时间了，全国各地二手房交易普遍有回暖的迹象。在二手房交易过程当中呢，有一种房产成为异军突起的生力军，堪称最火热的房地产领域。什么呢？学区房。同样的这一个地段，就是因为某些楼盘靠近一些优质的义务教育资源好的学校，结果它的价格比周边就高出很多。而有时候这个房子质量根本不怎么地，地段也不怎么好。你像在北京上地地区，不属于商品房的优质地段，可是这里边某一些学区房竟然卖到了单价6万块钱以上。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看学区房6万2一平米，这个价格啊，即使在这个房地产价格非常高的北京和上海，也显得格外扎眼。那么首先得给大伙儿说说什么是学区房。我估计现在呢，您生活在这个2、3线城市或者1线城市，你家里要有学龄儿童的，肯定会对学区房这3个字算得上刻骨铭心。什么是学区房呢？严格说就是啊，它是由房地产资源和教育资源捆绑到一块儿的一种奇特现象。你比方说我们这一个城市里，大家都知道好的小学好的初中比较有限，那么家长呢肯定想挤破脑袋都想把孩子送到里头去。可是我们义务教育阶段怎么分配呢？有2个原则，一个是免试，不能随便考试，第二个是就近。这就近就造成了学区房。比方说这个学校，比方说第一小学，说这是好学校，好，什么人能进第一小学呢？名正言顺的就是这个小学周边的，算他学片的，户口在这儿的孩子，你就可以进这学校读书。不在这儿的，咱们也知道，大老远把孩子送过来不说，择校费，有的不叫择校费，叫赞助费。这学校是优质资源，就会有更多的人想送进来，这是刚性需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再有相关比较好的一些政策呀，或者说约束的东西，也很难把这个事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谁不想光明正大的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呢？那好，那你想光明正大送进来，有一个最好的办法，你不是这个学片的，就得想法把孩子的户口弄到这学片来，然后名正言顺的入校。怎么弄进来呢？买房子呗，孩子户口接着就迁过来。所以大家都盯上了这个渠道，你想想，学区房价格能不翻跟头往上涨吗？有的人说这学区房看着都来气，那破楼那破地段也不怎么方便，你那价那么高，为什么有的学生家长愿意这么来呢？这我就说最关键问题，户口能迁过来。再一个，他花高价买他也不吃亏，等孩子这功夫上完学走了，这房你再卖，没准还能挣几十万块钱呢。因为接着就有接班的了，这学校好嘛，下边要上学的孩子打听的。所以很多地方是什么样，学区房这一块，甚至到了要卖的时候，你记住，比方说2、3套学区房都得有20、30个家长在争想买。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那不就价高者得，学区房的价格能够翻跟头往上涨。所以我说，学区房你看起来是房地产事，其实是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造成，但是也是房地产商推手推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呢，买房地产就买房子，你会发现房子只要是新盖的，质量都差不多，也不会差到哪儿去。那房子卖的是什么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商告诉你，房子卖的就是地段，这块交通啊，其他民生的配套啊，包括医院呐、什么游乐场啊、电影院呐，很重要一个就是教育，孩子上学进不进。而现在我们都知道，大人自个儿享受，那不如让孩子得好处。所以现在这孩子家里最珍贵，一家就这么一个，所以在选择房地产的过程当中，教育资源成了优先选择的，尤其家里有孩子这样的，所以学区房显得比其他地段好的房子这个价位还突出。那么很早的时候呢，中国就有聪明的房地产商在这上入手了。中国最早的学区房应该说是出现在1992年，这都有20年了。20年前，广东呢有这个顺德碧桂园房地产，这个碧桂园当初准备在顺德这建立了一个房地产项目，叫顺德碧桂园。那么当时他想到的什么呢？很聪明，这房地产商想到把北京景山学校请回来，双方联合办一个广东碧桂园学校。我们都知道那年月北京景山学校，咱们现在有高考的孩子还知道的，北京景山学校出的什么高考模拟试题呀，包括其他的初中培训教材特别火，里头师资力量绝对这个。所以当年把北京景山学校请来，然后建立了广东碧桂园学校。结果是有相当多的业主就冲这个学校说，这学校师资力量特别好，我让我孩子上最好的学校，那顺带我买这房地产，买完了之后商品房买完了，我孩子可以进这学校。所以当时这个碧桂园的这个地产呢，大卖特卖，火得不得了。这是中国最早的学区房。当然这个学区房呢还只是联合办学，到后来呢引入一条龙服务，明确规定你买我房子就送你学位，就让你孩子到这学校来。碧桂园在这儿呢还是属于建了学校，孩子买了房产，你就近你能上学。到后来就把这两个紧密捆绑在一块了。什么时候开始的？2003年。2003年呢，深圳宝安区有个桃源居这楼盘，他和清华实验学校联合搞了联合办学，然后在这个桃源居里头呢，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打的口号是什么呢？不是深圳清华实验学校吗？叫你的孩子7岁就能上清华，就按照最高水准的和国际接轨的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硬件上这个学校。而且你只有买了我这桃源居的房子，我才能够让你进这个学校。这叫买房子就送学位，明确的把房地产跟教育资源挂钩。所以当时火的都不行了，而且最后的效果大大的超出房地产商的预期，比房地产商想象那个还要好得多，还要火得多。所以这是中国最早的这个明确了房地产跟教育资源挂钩。然后为什么好多朋友说买学区房我上过不少当啊？有的说买了学区房买完了才发现进不去，有的说买完了我才知道我孩子户口迁过来没用，原先有一孩子户籍在这怎么着。还有的说房地产商承诺那个不算数了，最后没有了这个。还有说学校有台政策，我就买了这房子都没用，进不去。有不少买了学区房的朋友惹了一堆麻烦，咱下面呢就给大伙说说买学区房你要注意什么。买学区房咱得注意以下1、2、3、4。首先一个，别听房地产商瞎忽悠，他那个房产销售什么置业顾问的，那他都说出天花了，他骗你那个你可千万别信。现在咱们要信的就是房产合同，白纸黑字。你看现在所谓的学区房，作为房地产商来说有那么3种形式。第一种是什么呢？自建房，自建学校。比方说我开发商我自己建个好小学，硬件一流，我请好老师，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房地产商呢和一些好的学校联合办学，在我这建个分校。第三种呢是我这房地产楼盘呢周围就有最好的学校，
公立学校，这非常好。那么这3种情况，前2种你可警惕了，开发商呢说出花来了，哎呀，我们这期房等你来了搬进来，孩子就能在这上学，我们自己办个名校，我们和名校联办。你注意这些事儿，你听职业顾问骗你没用，他说出花来你都别信，一定要把这个写到合同里头，白纸黑字，就是如果你这学校建不起来，或者质量达不到我们要求，或者不是和名校联合办学，你得必须赔偿，相关村得写上。有的人说那没法写，房地产的合同那都格式化合同，他都找一帮律师一个字一个字抠，那不要紧，咱买房子不同时不还有一个补充合同吗？除了格式化文本的合同以外，还有个补充合同。那好，在补充合同里要把它写清楚，一定要写清楚。你只能信这白纸黑字，剩下和房地产商任何有关的人员，你千万别信。第二个呢，你一问呢，房地产商告诉你说我们这个呢，你在我这买房子呢，这都在这个优质资源的教育资源的学区片里边，这话你也轻易别信，你得到教育部门问问，他上一年这个楼盘所在地是这个学片，到今年就不见得是。为什么呢？教育部门他怎么划分教育资源呢？就是哪些学生能进优质学校呢？就近啊这一块，他得根据这个地方考察一下有多少适龄的上学学生，然后根据这个来定能不能够得到满足，这块的教育资源能不能承受得了。你比方说他突然间涌进大量人口来，你去年这一块我这学校能搁1000个学生，今年适龄儿童达到了1500，我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把其中的一块划出去，你呀不在这个学区了，你这孩子到别的地方去，不能再上这学校了。他每年都有调整，不见得调整多大，但都有微调。所以你就是买了这个楼盘的房子，他2年以后，比方说期房，或者你就当年买，他很有可能当年或者2年以后他调整这个学片了，就不见得你这房子这儿就是这个学校的学区了，甚至你这楼隔一个墙就这学校，也有可能把你这划出去，不在这个学校的接纳范围内了。所以买之前一定要到当地教育部门问清楚了，要不然你可能就上当了。第3个买学区房要注意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你买的时候一定得注意房产证。我们说3证齐全，保证的是什么呢？你户口能及时迁来。你光买完房子户口没迁过来没用，你孩子户口不在这儿，也肯定进不了这块的学校。所以一定得关注，我买房子我这户口什么时候迁来，房产证是不是及时到位。有的呢说你买完了承诺明天给你办房产证，在之后呢房产证下不来，你户口过不来呀，怎么办？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得关注房产证这些3证是不是齐全，是不是及时给你，是不是及时能把户口迁过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这学区房是2手房的话，你更得关注，因为原来这房子里头他的房主有可能他的孩子就在这学校上学呢，这个孩子的户口并没离开这儿，你把户口迁过来了挺好了，可你孩子这要上学，你孩子这户口在这，人家孩子也在这，他在上学呢，你顶不了人家名额，所以你必须得打听这个房子里头就我们一家的户口，别人有没有？要有别人，他这孩子还在这读书呢，我的孩子就没法进这个学校。所以这些事都要打听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户口是否迁过来，是否还有别的户口在这儿，是不是就我孩子户口迁过就能上学，是不是学区片，这些你都要问清楚了。你如果一旦哪条没问清楚了，那你就容易上当。把这些都考虑完了，还有第4个问题你得考虑，教育部门也问好了，房地产商也问好了，整个户口也能迁了，都进了。还有一点，你这孩子目的不是上学吗？那好，既然上学，你得问问学校啊，可不是说你买到这块房子了，学校就理所应当收你。每个学校还有他的政策，你比方有的学校太过紧俏了，他要求呢，你户口得一家3口都迁过来，我才能接纳这孩子。你不能就孩子自己户口迁过来。再一个，对外地户口，他迁到这块来，他有一定的要求。你可能你得满3年，你3年之前迁过来，到现在孩子上学才有用。还有的甚至呢，他在这块设置一些障碍，你就有的户口在这，他可能也要收择校费。
所以他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政策。如果你不了解这政策，那些条都满足了，来了之后学校说我们有我们政策，对不起收不了，或者要收你，那也得收高额的赞助费、择校费，那你不傻眼了吗？这学区房这么高价，你白买了吗？所以说买学区房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刚才说这4点，你把这都打听清楚了，问明白了，哎，你才消消停停的心安理得的买。再有一点，买学区房的时候大家得注意，你是全家都过来住，还是说你大人在别的地方或者留一个在这陪孩子？假如你全家都迁过来住，你别一心只考虑孩子上学什么方便。孩子上学义务教育阶段，小学有5年，北京是6年，再加上初中，你要挑学校的话3年2年都有。这种情况下，你全家要在这住这么长时间呢，那难道就为了孩子一个上学方便，把全家人的这个其他福利都牺牲了吗？你也得考虑交通问题、配套的问题这些。所以如果要是全家都过来住的话，那还是要以宜居为一个主要方式，就这一块是选择它交通方不方便呢？房子采光度好不好啊？小区里头这个娱乐设施啊，包括绿化到不到位啊，还要考虑这个。如果说我不跟过来，那么我一个人，比方说孩子他娘陪孩子在这待着，假如就是这样的话，那选择你尽可能别挑大户型，挑小户型。为啥？一个小户型总价它毕竟便宜点嘛，你负担小点。另外一个，等到你孩子毕业了，你全家也不在这住，这房子你或者卖或者租出去。你小户型它不好卖也好租吗？你整一个30室1厅的，那不好卖也不好租，总价高就不好弄。所以这都是买学区房啊里边一些窍门，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处理这问题。可是现在这买学区房呢，由此啊还带来了不少混乱现象。你比方说因为买学区房离婚，有人说还有这事儿，有的时候我听说了，说哪个地方限购，一人可能一个家庭名下就1套房子，你买第2套，哎，有人琢磨出歪主意，想多买2套房子离婚。离婚这不算一个家庭了，每人名下丈夫妻子名下又可以有房子了，有人就把这歪脑筋呢从这上面动到学区房上了。你看就有这样的例子，你比方说家里名下北京户口已经有2套房子了，还想再买个学区房让孩子去，还不想把这2套房子就卖了。而且即使你想卖，你得卖完了才能有资格买那个，怕不赶趟。所以2口子一商量，咱俩不能再买房子，只有一条道能买房子，离婚。离婚是假离婚，离了以后就可以买那房子。所以2口子商量离婚了，这一离婚不在限购范围内了，又可以再多买1套房子了。但是你记住，现在这个社会，我不是说是电视机前有些2口子看我的节目啊，我说你们2口子互不信任，咱不是，咱是好心。问题是你俩人因为这个离了，为点蝇头小利离婚了吧？离婚了，你不要小看那一纸文书，那一纸文书其实是2个集团之间的博弈。你要拆开之后，你也不管我，我也不管你了。咱们不是说不相信人啊，这个东西易变的，人心易变，在没有那纸结婚证约束着，就可能出现意外。再说你是为了省俩钱，为点蝇头小利，你最后干这个事儿，你能担保你们2口子谁不为更大的利益改变自己的方向吗？所以说这离婚这事不能轻易提，而且你真要实施一回，说我离完再复婚，人生大事这是儿戏吗？所以说解决学区房价位虚高的问题才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怎么解决呢？不在房地产那面，而在教育这面。什么时候义务教育资源都均衡了，哪个学校都差不多了，自然而然学区房的问题就没有了。好，盗窃案在我们生活当中并不算少见，可是偷银行就不多见了。而且偷银行能够偷完了之后，警察一开始连线索都很难找到，这个更少见。最近呢，在德国就发生了这么一起案件。德国柏林的一家银行在今年1月18号遭到了严重的盗窃。怎么严重呢？100个保险柜被洗劫一空，银行损失高达1个亿欧元。而事后警察在侦破这起案子过程当中发现，这些盗贼几乎是来无影去无踪。他们从哪儿来的呢？他们是从地底上钻出来的。
地下钻出来，什么意思？打地道过来的。这张图片就是地道的图片。这个地道打的特别专业，高大概有1.4米，宽大概有0.9米。四外边呢搁这个木板支撑着，防止它塌下来。隧道长度多长呢？有30米。就是这样一个隧道，它起始点呢是在离银行大概30多米远的一个车库，从这儿作为起始点，把这个隧道打到银行保险库外边再出来，然后呢再用消音风钻呢在这个保险库墙外厚大概得有1米吧，混凝土的墙给打出一个大洞进去，然后把保险柜弄开。你琢磨琢磨这一套工程，假如我们光天化日之下雇一个工程队来干的话，恐怕都不一定赶这个工程干得这么漂亮。当然我们说盗窃分子这个专业手段和这个智商用错地方了，用到这上白瞎了。那么警察在勘测的时候发现呢，这个隧道前后从设计到施工完大概可能花费了盗窃分子1年的时间。他们先在附近租个车库，然后用消音风钻每天在那挖。因为挖一个隧道它不光涉及这问题，还涉及到这土往哪运的问题。他们就在附近找了一个停车的地方，这个停车场足够大，这个盗窃分子呢把这个车停到这儿呢，东西钱拉出来放在上，那个周边还可以放土。也就是说他们设计的非常周密，想的非常全面，甚至我在把这个保险库打开的时候，这一段时间银行晚间的值班这个保安人员几点过来一班，几点又走，他们就利用这段空档把这东西偷走。所以你就从这种作案专业手段来讲，这绝对是高智商的犯罪。况且他那车库他租了1年了，掩人耳目，进进出出开车什么的，你总要装得很像吧。这个事儿呢让我就想起来在90年代时候，在东三省和华北地区啊，有一伙专门偷粮库的盗窃分子，从粮库里偷粮食。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每到一个地方，这粮库外边他找个地方租他房子，就是贴着粮库围墙建这些房子，干嘛？搁这房子开饭店。开饭店是假，偷粮库是真的。就白天开完店，晚上挖土挖地道，挖到粮库里。有的那粮库的粮仓啊，一搁好多年，他把这粮食从里边偷走，然后一车一车的运走，都是在晚上进行的。等到也偷差不多了，饭店一关门就走人。用这种手段，这伙人偷了好多，就是东北、华北各个地区的粮仓。我们说像这样的犯罪分子，咱说确实他的犯罪手段是比较高明的。那么咱们有不少朋友经常在电影啊电视剧里看，说这个破案片子往往那个罪犯呐智商都很高，虽然最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这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也是我们看这类破案题材电视剧的一大看点。有的人说犯罪分子哪有那么高智商啊？要真有那么高智商情商，他犯罪干嘛呀？他干点啥不挣钱呢？不也能成个人物吗？其实跟大家说实在的，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有高智商高情商的人，他往往一念之差，他没有走正道就走上邪路了。就这种高智商高情商的犯罪分子确实在现实社会当中存在。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给大伙说几个，咱不说国外的，咱就说咱国内的。你看那个在2000年曾经抓获过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被称为中国第一悍匪张军。估计这个名字咱们好多朋友还会记得。张军当时在警察审他的时候，他就叫嚣，我是全中国素质最高的犯罪分子。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张军这个人罪大恶极，穷凶极恶，手头上犯了28条人命。但是这个人他的智商情商确实比普通人要高一块。体现在什么上呢？你比方说他犯罪在几个城市里边都有窝藏点，什么人窝藏的呢？他的情妇。张军有8个情妇，说这情妇怎么死心塌地跟他犯罪？张军每到一个地方就直接到婚姻介绍所征婚，然后找一些年岁比他稍大点的女人，然后2个人在一块好同居，结果就把这女人弄成他犯罪团伙的重要分子。
而这女人的家就成为他在当地犯罪的一个窝点。不光这个，张军每次犯罪之前踩点踩的特别细。你比方他要抢劫哪个金铺，抢劫某个地方什么银行之类的，周边这些他都看好了，有几条道可以撤离，我先把车放在哪儿，然后我去到那儿把东西一放，我们几个四散走开，最后把车扔到哪儿，他这些全在事先经过周密的规划。你包括抢金柜这事儿，组织团伙在深山老林里找块僻静地方练枪，练抢劫过程，用铁呢做了几个金柜柜台，这里头搁铁链子，什么铅链子，咱就练把这扒玻璃打碎了，最快速度能装进多少金首饰、钻石之类的。他连这都演练好多遍，等真要抢劫的时候，整个过程3分钟都不到，没等警察来他跑了。而且他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逃出警察的包围圈，他不的，他专门按照灯下黑的规律往中心点钻。你不全程搜捕我吗？我不往城外跑，我就在城里待着，待在情妇家里边，然后让情妇干嘛呢？出去买报纸，他在家看电视，看看这大案子的侦破过程，来了解警方动态，然后他好反侦查。所以你说咱们现在有的朋友说有一个大案特案，怎么公安局迟迟不向我们公布进展呢？破案不透明，没法透明。这犯罪分子躲在角落，可能就根据你新闻媒体透露这些信息，他决定怎么做呢？有的说那你说的不对，有的案都过去了好长时间了，甚至都5年6年都过去，怎么还不公布破案细节呢？那不一样，因为你要公布侦破细节的话，就会有一些目击证人呐、卧底之类的名字难免公布。这一公布，那些绳之以法的犯罪分子，他在外边还有同伙，很可能就会报复这些人。所以一般重大案件彻底解密，怎么也得大概2、3、10年往上。所以咱们有时候得理解公安部门，说什么不透明什么的。你像张军这样犯罪分子，还指着根据媒体报道琢磨呢，我该怎么办？所以张军，你看他这个胆量，这个心理素质，这种分析事情的能力，就是他确实是个高智商、高情商的犯罪分子。但是智商情商给他带来的是什么呢？往往把他推向了万劫不复的邪恶深渊。你比方说88年有一个震惊全国的案子，这个西安道北地区有个黑社会老大叫魏振海，这人手上人命也极多，这是当年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公安界非常有名的一个案子。他当时呢被抓进监狱了，就已经是死刑犯了，手铐脚镣都带着。结果在88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作为一个死刑犯越狱了，跑了。那么后来经过侦查，再把魏振海抓回来问口供。后来魏振海是90年的时候处决了，把他枪毙了。那么当时呢，他作为死刑犯我们知道戴着手铐，戴着脚镣，一个号里头大概10多个人，还得有2个轻刑犯，就判的比较轻的，专门在旁边干嘛呢？怕他有过激行为，看着他点；再一个怕他死刑，他这自杀了呢，看着这事儿。结果魏振海就把这2个人给策反了。这怎么过程呢？手铐脚镣不得打开吗？赶上有一天呢，监狱里狱警，这是个很偶然事，到这个各个监号检查到他这监号的时候，正好旁边的监号犯人打起来了。这狱警赶紧到那边去拉着去，别出现这个事态严重，赶紧过去了。结果有个狱警身上带着一个工具包，就我们说搁到这个腰上这系着那个塑料包，塑料包里边呢有钳子呀，什么这个改锥之类的。一着忙呢，钳子啪掉地上。这狱警出去了，魏振海一看，赶紧搁脚把这钳子踩住了。踩住之后，一点点挪到自己身边，捡起来了。捡起这个时候他干嘛了呢？从棉被上撕下个布条来，把这个钳子拴起来。他为啥？他要藏起来，要不然一查监号，一找肯定找藏哪儿呢？这监号里有厕所，这不蹲便那会儿有2个木板吗？他把这个布条拴这钳子，就藏到这个底下木板这块吊起来了。所以回过头，狱警发现呢，钳子没了，到处找，那肯定得翻呢。结果就没找着，在监号里没找着，他就以为丢到外头了。就这一把钳子，魏振海就琢磨了，我怎么把这个都弄开？他首先从木板上，监狱铺里有木板，上面起下个2钉子来，
就搁这钳子起2钉子，这都准备好了。但是他这么起钉子容易，如果用这些东西想打开手铐，这很难。他2手在手铐铐着呢，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动了身边2个轻刑犯，他可以说是算得上威逼利诱这过程。他说：“你们哥俩伺候我也有些日子了，我也是要死的人了，有件事就便宜你们吧。我上面跟我爹妈断绝往来，我也没儿没女，我在广州有100万，在我一个哥们儿的存着100万，88年说100万得多少钱？说我也准备我死之后这100万就归了你俩了，你俩要能出去的话呢，就去找他去。然后这100万呢，我这还有朋友吗？你们仨人31、31，一人33万，把这哥俩给乐的，还有这好事呢。说这可是我去找人不一定给呀，你趁您还活着，你得立个字据吧。”分山说：“我倒能写，咱也有那铅笔头什么能写，可是我这套着呢，我没法写呀。你们俩帮我把这手铐弄。说怎么弄开？我这有钉，就把钉子拿出来。这哥俩这个时候就利欲熏心。这就我们经常说，你看这人呐，眼珠是黑的，心是红的。可是，一旦你这个眼珠要红了，又贪了，那心准就黑了。哎，这俩小子就搁这个把他手铐给打开。打开之后，魏振海就说了：“说我这手铐脚镣也能打开，你们想不想早点出去？要想的话，跟我一起越狱出去。出去之后，那100万我不沾，还是你们的，我说话算数。”就这么着呢，就把这俩人给说动了。这俩人就帮着他琢磨这脚镣，把他弄开了，怕狱警发现，搁布条缠上，搁泥糊上。他怎么越狱呢？得把这窗户铁条掰开呀。晚上的时候，这俩人当人梯，魏振海在他上面，把这铁条一点点搁前面掰，把它掰松了，准备什么时候拽开。这个过程，有人说那监狱里害10来号人的不告吗？魏振海杀人不眨眼，那些人害怕不敢吱声走。后来等到这是1988年3月28号这天晚上，在凌晨的时候，把窗户掰开，他们都给钻出去。出去是出去了，这高墙5米多高，上面还有电网，大门那儿出不去。一看大门旁边有个小门，这小门干嘛呢？每天凌晨的时候运送垃圾啊，然后把这个要做的菜进来给犯人做饭。那阵咱们说监狱管理不是很规范，这小门这时候居然就没有武警站岗。魏振海带这俩人大踏步就出去了。出去后来监狱发现没人搜，把这俩从犯抓回来，魏振海跑了。后来又做了不少案子，一直2年多以后才给抓回来，省这一把。就单纯从越狱这个过程来看，你说魏振海这情商智商是不是挺高？可是这样反而更加把他推到了罪恶的深渊。像我刚才说这个，这是胆大心细，这犯罪分子干的坏事。还有的什么程度呢？我们都知道绑架往往很关键一个情节就是呢，得跟这个家属谈啊，我把你这人绑了，你得给钱。谈这过程当中还得是啊，你把这钱呢给我送到哪儿，我怎么不去接，然后再转个弯，改天再为了躲避警察。可我们下面说这位高智商犯罪分子呢，他不仅不躲着，他直接找，直接登上门。这就咱们有不少朋友知道，哎，当年香港有个惊天大贼王张子强，把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钜给绑了。绑完之后他自己登门，直接跟李嘉诚谈判。你说这个强盗算得上贼胆包天吧？咱们有不少朋友在电视剧里看过，有个电视剧叫《插翅难逃》，哎，这里头把张子强化名张世豪，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根据当时的这个法庭审完了之后的这个报告，根据这个改的电视剧，基本主要情节没改动。这个张子强呢，你以为说这种大贼王那不得是横威立目的，非常凶狠吗？不是，张子强不崇尚暴力，他犯罪呢高智商犯罪，领这些同伙呢考察一下这李泽钜李大公子每天上下班在哪儿，把他绑了。绑完了之后呢，张子强跟下面人说，好多这个抢劫的事儿啊，最后这个绑票的事儿没弄成，就是总琢磨怎么别让这个对方家属发现，别让警方发现，得我反其道行之，我直接给李嘉诚打电话，
李大老板，你儿子在我手呢，我要到你家跟你谈价。当然，李嘉诚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从小到大啊，人家茶馆跑堂的，后来又干过推销，又开过花厂，塑料花厂，大世面见过也没慌。说张先你来，我欢迎。就这么，张子强单枪匹马到他家了。这时候，张子强事先他心里头他都琢磨了，张子强琢磨李嘉诚绝对不会说因为这个事儿冒险，说让把他儿子撕票了，他会珍惜孩子的性命。他再一个，这种单刀直入也表示我的诚意，快速的解决这问题，否则夜长梦多，警察找了不好办了。所以张子强单枪匹马来到李嘉诚家。李嘉诚也琢磨说，你这个犯罪分子来了，其实无非想要俩钱，这个钱我李嘉诚有。再一个，他从我这弄出钱来，他满足香港首富给他钱了。所以李嘉诚觉得这个事是快速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就这么的，张子强到他家里来了。两个人谈判这过程啊，后来根据张子强的口供，你要再现出你都不敢相信，这是劫匪和这个绑的人家属在这谈。俩人坐着谈什么呢？李嘉诚说：“你挺了不起的，这么周密的犯罪手段高，就像你这样的人还年轻，干点啥不好呢？何必干这个呢？”张子强说：“我也打算干点正行，可是问题我读书少，小时候没文化，吃亏这上。现在我30多岁了，一眨眼40、50岁我就老了。我想成为大富豪，要想富走险路，非得这么干。”李嘉诚说：“那我小时候也是挺穷啊，比你强不多少啊，我不也一步步走来了吗？”张子强，你那阵竞争少，不像现在这么激烈呀。李嘉诚说：“我不光是那个，我做事是讲诚信的，我答应人的事我从来都做到。”张子强说：“我也是讲诚信的，只要你答应我们价钱，我保证贵公子平安当。你看看这像绑匪之谈吗？这简直就跟做生意谈，跟俩朋友聊天似的。”结果张子强狮子大开口，李嘉诚说：“你也听到了，这里边啊，最多我能筹集到10亿港币。”张子强一看，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李嘉诚说：“这样吧，我家里还有4000万港币，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些钱你拿走，怎么样？”张子强说：“好，痛快，你痛快我也痛快，10个亿就10个亿，这4000万我不都拿走，4字太不吉利，是死，我拿走3800万。”就这么在李嘉诚家里把这3800万港币拿走，第二次来又把这10个亿港币现金拿走。你就说这张子强胆子得大到什么程度，他能把这些事儿干下来？而且这种事情光胆大还不行，你非得智商情商各方面都到一定高度，干坏事也能干惊天动地。你说他们为什么干了坏事呢？这就有的时候人高智商高情商，它只是你成功的一个基础条件，这种东西是一个双刃剑。就是有的时候高智商高情商的人，他不甘心现在这种现状，他想提前获得他生命当中非常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一念之差，贪念上来了，人就走歪道。他越是智商高，越是情商高，越使他在这条歪道上走得越远，越使他快速的掉进深不见底的深渊当中。所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好多朋友啊，自命智商挺高，情商挺高的，你更得注意，人可不能走歪道啊！贪念一旦上来了，有可能利欲熏心，你就走上了一个万劫不复的道路，再就没有回头路。所以今天我们说柏林银行这伙盗贼确实是高智商高情商的盗贼，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相信过不了多长时间，德国警察就会把他们抓住绳之于法。想一想，高智商高情商的人倾本家人，奈何做贼。